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收看第175期的国摸资讯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1月上旬又会哪些厂家公布了新品呢？制作视频不易，还望能得到你的3连助力，答应我一定要做一个爱3连的 Good Boy。那么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赶紧开始本期资讯吧。CCS Toys 这回带来的是铁破系列的全新力作，来自超级机器人大战中的原创角色古铁。相信只要玩过 OG 系列的玩家，应该对他都很熟悉。那拳拳到肉的近身搏斗以及招牌的打桩机，真的是把暴力美学演绎的淋漓尽致。那 CCS 的这款古铁，它的外观走的是轻度魔改的类型，在原本比较简洁的外甲表面增加了部分刻线以及一些细节，还有隐隐的点缀。体型依旧走的是壮硕路线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对味的，起码比我手中的铁技巧要强上很多啊。那目前这款的预定价格为1580元，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3月。喜玩社这回带来的是龙魂战机系列的拼装模型歼20苍威，机体到头顶的高度约21厘米，它是一款不可变形的拼装模型，配有完整骨架，并在关节部位配置了合金关节。整体的外形呢，能够看出歼20的一些元素。要是不告诉你它不可变，是不是你还以为它能够变成歼20呢？在外甲方面的处理上，它采用的是比较简洁的手法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，有别于现在那些过于堆砌细节的机甲造型。当然，具体好不好看，还得是屏幕前的各位你来说的算啊。那目前本款苍威的预定售价为99元，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4月。作为一款航空文创的机甲模型，有着丰富的配件，还有合金关节的完整骨架，整体高度又有21厘米，我觉得还是可以一试的。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留意一下。唐文阁这回带来的是界神之战的神话机甲须佐之男，不过目前所展示出来的是 CG 图，还不是模型实体的样貌，不过也能看个大概，能够看出这一款须佐之男它有着很多刀类的武器，甚至还能够将几把刀组合在一起变成一把大剑。关于机体形象，能够看出明显的钢普拉味，并且在钢普拉味上面又增加了一点小日子元素，比如在肩部还增加了类似家纹一样的图案，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铠传里的那几副铠甲。还好它的外甲表面并没有那种冗杂的细节，只是在手臂两侧的装甲看起来有点突兀，以及脚尖的尖刺实在是太长了。至于背后类似光轮的玩意儿，我觉得还是蛮新奇的，与它的头饰形成了呼应。那目前本款产品也会带有2个版本，分别是带有非合金骨架的标准版和带有合金骨架的豪华版。目前豪华版的价格为188元，标准版的价格还未定，出货时间预计是25年的8月上旬。伊里创玩这回带来的是宇宙星神阿波罗，目前大家看到的模样呢是有做修改的，对比起第1版调整了一下它的造型，好不好看能不能接受，由屏幕前的你来决定啊！欢迎大家在弹幕当中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。官方是说，研发团队对阿波罗的造型进行了大量的重新设计，有着更加还原剧中的头部造型，以及更加忠实原作的装甲外形和更加贴近剧中的细节元素。所以这是不是你记忆中的阿波罗呢？那由于目前还处于渲染图阶段，我的建议是等到它出实物了再来一探究竟啊，看看到底做得如何。总之这个童年债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，希望下次官方能够公布更多有用信息啊。SNA 模型这回带来的是圆桌骑士团系列的第5弹巨冥斧兰斯洛特，它配有一把巨型斧头和一把巨型大剑，头顶牛角盔，背后还增加了类似披风一样的斗篷造型，让它的整体形象在圆桌骑士团这个系列里是最为霸气威武的一款。单从目前的徽模上来看，我觉得颜值还是可以的，不知道上了色之后会是怎样。那关于售价方面呢，依旧是老惯例，45元不含邮费，预计出货时间第1批为25年的1月，而第2批要到25年的3月。其实对于这款产品来说，我个人比较在意的就是配色啦，希望能有一个懂配色的朋友救救 SNAA 啊。神星科技这回带来的是真龙系列的赤龙王，产品全长约 1.06 米，带有金属骨架，外甲为塑料，并在全身装配了48颗 LED 灯组，可用无线遥控器来点亮它。确实点亮之后的效果还是蛮唬人的，再配上这个金属的万向管骨架，能够凹出各种各样的造型。目前这款的预定价格为278元，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3月。泛乐文化这回带来的是1:26比例的拼装可动人偶，来自王者荣耀中的英雄皮肤系列。目前登场的是8款人气英雄皮肤，全散件，轻巧拼装，带有多处关节，并且还做了分色处理。大致这么一看，还挺带劲啊！目前这款单盒的售价为19.9块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行动起来啦。
塑形这回带来了一款地台，这个地台的名字叫做 UBC404 幼体或者是成体，一看就是满满的克苏鲁味儿。幼体和成体的差别在于，幼体的触手较少，成体的触手较多，当然它也带有一个将两者集合起来的版本，你可以拥有两种不同样子的状态。那么关于这套地台能做什么，能干什么，能玩什么，相信这些图片已经解答了你的疑惑。看它奇怪的样子就能够想象得到它能够做些什么了吧？那它适配人偶的比例为6寸1:12比例，我觉得是继哥布林小队之后的又一配件力作，适合那些喜欢玩场景感的小伙伴。那目前套装版的价格为388元，单独成体的预售价格为268元，预计出货时间为25年的8月。随后呢，他们还更新了艾莲娜的灰模图，这是他家的一款新品，角色的服饰依旧采用了兔女郎的造型，那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，期待它上色后的表现。玩潮玩具这回带来的是山海神话系列的1:12比例超可动人偶虾兵蟹将，现在登场的是2位虾兵，为左右先锋。从他俩的造型来看，有点像魔人的感觉，魔改气息非常浓厚，并在身上还会有铠甲的点缀，再配合上他们带有尖刺元素的甲壳，这两者搭配起来就还蛮好看的啊。那蓝色的是左先锋海己，而右先锋是红色的浪哥，两位的配件大致相同，都会配有一个虾形态下的面具和虾形态下的2个大鳌，还有4对可替换的手型。那在武器方面呢，两者是不同的，左先锋配有的是霸海蛟龙戟和2把银武幽冥刀，而右先锋配有的是寒星破阵歌以及2把龙鸣破云钩。目前两款的售价各为198元，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第1季度。窝之河这回带来的是星月同行的星月特工千秋，本款人偶的全高约14厘米，配有4张表情脸，同时每一张脸都为可动眼设计。通过替换手臂能够实现不穿外套的形象，其他配件还会有替换的刘海、替换的狙术枪以及替换的坐姿躯干，还有打开的行李箱等。手型方面配有9个可做替换，包括从行李箱中蹦出的巨手也有提供，整个巨手为透明件材质，不可动设计，可以当做一个场景用的互动道具。那作为一款手游中的女性角色，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觉得它的还原度做得如何呢？目前本款产品的预定售价为468元，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第2季度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行动起来了。所罗门这回带来的是酸浆果的配件包，里面提供了一套彩透外甲和一套 MLRS 多管火箭系统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此次的彩透外甲，它的外甲整体呈雾面效果，能够透出内部骨架上的细节，相信只要是在骨架上做足了分色的玩家，用上这套外甲应该会让它很好看，包括盾牌也是一样的。接着是多管火箭背包，它提供了多种组合方式，能够自由的排列火箭筒的位置，要是你多入的话，还能够实现火箭筒叠叠乐的效果。那在每个火箭筒内也带有独立的弹头，能够实现打开的效果。总之呢，这一套配件包它的玩法呢其实是有限的。那目前的售价99元，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1月。不知道手上有酸浆果的朋友们是否会考虑这一套配件包呢？赤星 Studio 这回带来的是一款1:100比例的扎古，这一款到头顶的高度约25厘米，身材敦实，体积硕大，是我见过最肥的一款扎古。那本款产品呢是一个拼装模型，在部分外甲上会带有玉涂装，那它的整体骨架采用的是2.0同比例放大骨架。全身的壮丁会做得非常次，武器配件的数量麻麻得，但它配有一个很大的整背地台支架，有一说一，这个支架还挺加分的。那目前本款产品的预售价格为158元，预计出货时间25年的第2季度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国模资讯的全部内容。想要了解更多新鲜好玩的国产模型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你的长按点赞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是神田组长，我们很快再见，ciao。